你会知道说一个女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是没力气、没办法反抗的。现在讲起来都还会觉得难过。记得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进入年底了，你绝对不能错过这部华语片。这真的是台湾的文化，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故事。好选择的3位大来宾，凤姐的3位主要角色：凤姐本姐、凤弟，我是阿珍。阿珍，阿珍其实是妈妈桑哦。对，我是妈妈桑。我觉得台湾过去大概除了纪录片之外，比较少看到茶室的题材，无论是公娼还是私娼寮。当时公娼寮其实电影里面也有演到，就真的是经过一番革命，台北市才把这个公娼这件事情给废除掉。这些事情在你们小时候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三重靠近河边的地方，所以我们小时候知道我们家旁边有一区叫做人家叫倒瓜厝，它是比茶室在更直接一点的性工作者工作的地方。对。然后小时候就被禁止去那边嘛。你有偷跑去过？我有偷跑去过1次，然后被那边阿姨看到，我就叫我走。我小时候比较有印象的其实是，就像有一些公园会有一些阿姨在那边，然后穿得很漂亮，穿得漂亮，再背个皮包这样子。然后小时候其实爸妈就会再改规笔。自排开又是暴乳又是短裙，在台北万华区深夜占据巷弄招揽路过男性。所以也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各位有经历这个年代吗？没有，但也都是会有听到一些什么，比如摸摸茶啊什么的一些词，但那也是后来到长大才知道，哦，原来摸摸茶是这个意思。那你第一次听到摸摸茶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一个手摇杯垫词之类的。小时候听到他们形容都会说什么什么杂某。杂某在台语里面，它其实不是那么正向的意思。对，什么菜店杂某啊，店店啊杂某啊。小时候其实说你问父母，他也不一定会跟你解释，因为台湾人要谈性实在太难了，何况是谈这个性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被骂说囡仔人有耳无嘴啊。对，他也不会跟你解释，只是告诉你说不准去，不准去。但其实我们其实会蛮好奇的，但是也不能够去触碰。那这个这么令人难以启齿跟敏感的题材，为什么宇珍第一次监制会挑这样子的作品？当初这个剧本来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题材？因为它是真人故事改编的，对。那我也在想说，为什么要选择去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有一些原因。这样子，你们在接触了这个实际的角色，你们当时说你要去了解像凤姐的这样子的身份，以及妈妈桑要做什么？那警察对冠志不陌生。是啊，因为之前都是被抓的嘛，也被警察抓的，这次要演抓人的，没错，就是还是要去询问警察朋友说平时他们的工作内容跟工作状态。那个时候的警察其实权威会更高一点，权威更高一点，要拜码头的，对，那其实跟现在会有点不太一样。印象比较深是他有一些打戏，那我可以看得出来动作指导他们故意设计比较柔道的。然后我自己离这些工作，我一直都有在关注啦。你有去真的跟比如说现实生活中的老鸨去聊过？今天聊到后面我才想起来，我小时候跟他们住在一起过。是因为我妈妈生病我是单亲家庭，然后只有我一个小孩，然后那个阿姨是妈妈以前工厂的同事。我其实有一个印象是我常常看到阿姨在看鱼缸里面的鱼游来游去，就是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电视在那边，你为什么不看电视？要看鱼游来游去。然后很巧的是，我们美术神社里面有一个鱼缸。我就是后来回想起来，阿姨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他们这样子游很自由、很可爱吗？这句话就是他淌着血泪讲。其实我是真的很后来，就是今天访问到后来，我才想起来说，对我跟阿姨一起住过。其实跟她住在一起，我就是看到她很普通的在生活，但偶尔有一些郁闷。但是我反而比较多琢磨的地方是在这个年代的语言呈现跟说话的内容。那个好厉害嘎。因为他们在那边工作，你不可能让他说话真的很委婉或什么的，他其实是蛮直接的，但是那个年代的人直接又有一些譬喻的巧妙，比如说我有一些戏是把做爱这件事情用撞车来形容，比如那客人
很大只，然后我的小姐很小哦，你看谁你卖搞到弄派？有时候听到佳音在里面讲，在骂我们的、啊，然后什么不要把我的提款机弄坏啊什么。连我的提款机都敢叮当。还有说有一个新的小的妹妹来，客人嫌她可能太黑，然后说没有。在欧古给卡布，对，这个就很酷，对，我就觉得哇，这个其实台语的文化其实是真的是很酷。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以前你的角色可能比较偏佳音那种骂人的，现在这次被骂的狗血，还甚至被打，这叫现世报。我们该相信滚。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讨论过，就是佳音的那个角色，其实我一开始看剧本，我觉得他那个角色非常有趣，他是需要有一种镇压的霸气感。哦，可是你在8点档里面就很霸气啊。这条小，我今日跟你做清楚。对，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可以在里面当一个红牌。对，那我去当那个妈妈桑，那其他的小姐搭配起来，又要再重新再搭配。对，其实有时候这个是演员的组成的问题。对，镇压这件事情就交给佳音做。那其实佳音这次也尝试了很多暴力的戏，这应该也是你先前没有过的体验哦，就是要对你的同剧演员这样子动粗。我跟你讲说，我不是在骂人，就是在打人。就真的这个，我拍10几天吧，大概里面10天都是在骂人、打人啊。那这样会不会影响你？就是下戏之后回不去这样？不会，其实比如说我打那个妹妹那个戏，是不是？我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很单纯的去感受那个情绪、生气干嘛的，因为会很容易打伤他，哪里有包哪里没有包，他又要乱爬，所以我每一下都要打得很准。那比如说我跟女生姐推打干嘛的，其实超好笑。那时候怀孕，他们都超级紧张，怕你受对，伤。所以其实你在上面你也不会觉得说，你会反而想说放心啊这样子。所以一卡的时候，大家说你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算有怎么样，你马上就。其实被清理的很干净。可是我听说有真打的部分呢，你的几个遭遇其实是对方真的踢打你的。哦，耀仁哥对要打我，然后因为他怕打伤我，所以镜头上就会看起来不像。所以你要求真打，我就跟耀仁哥讲说，耀仁哥没关系，你的这棍来的后，买啦。我说没关系，这样比较真实。然后他就真的一拳下来。哇塞，你有很后悔讲这句话？我后悔了，我跟你不是说有外套什么的遮一下，没有，他那个就是穿的很合身的，然后就真的是薄纱，你知道吗？那种丝绸的，下来一拳，哇塞，那个反应是真的。是你说要真打的哦。哎，还好吧哈。我要蝙蝠，你要想了。就是你的这个角色在心理层面，不要说是肉体了，心灵层面上面的煎熬更加强烈。对啊，你有多少的被侵犯的戏，然后甚至这算是你人生第一次全裸演出吗？对，全裸演出这件事情倒还好，因为我们的保护措施做得非常好。其实比较难的关卡是心理啦，因为心理要跟这么多不同的男演员去做亲密接触，包含就是被强暴的那场戏，也是需要去被突破的，因为那场戏蛮可怕的。你会不会回不去？就是久久没有办法平复？我就拍完那一场，我在旁边哭很久。你会知道说，一个女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是没力气、没办法反抗的。现在讲起来都还是觉得难过。这个戏该不会还重拍了好几次？等于说你要重复经历这个内心很多次。你那一场戏至少拍了20次。20次，所以你等于被侵犯了20次。对，起跳，因为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人，对，就是光那一场。你后来你有什么仪式感让自己忘记这件事情？我没有拍过一个角色是拍完之后叫做走不出来这件事情。但这个戏是我拍完之后我没有办法，我想要提笔去写。我对这个整个戏有拍摄过程啊，我们不是拍完一档戏都会这样子，类似日记这样，类似日记，我写不出来。后来就想办法让自己，我就出国去。我那一篇是我记得是在新加坡写完的，就是赶快把自己
抽离，对。高成本抽离啦，高成本抽离还要附带出国旅游，平常可能是冥想静坐也因为我留在台湾就很多事情嘛，就还会有其他工作啊，太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去整理自己，所以其实你们的之间的这个肢体相像都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凤姐，然后拍得跟武侠片一样。我一个人，他就担心不完了啦。对，他光担心我就6个月，全世界最紧张的就是他。他就在我面前，但其实我看他这样，我觉得很好玩。不要让我进入我店了！好气啊！卖他好气！真的，这时候冠志要偷偷清醒，还好我不需要对那个妈妈桑动。他不用啊，但是他也是跟他打得很惨。他要一边跑，我要拉他，他要给我甩开。对啊，我就冠志说，你给他不要跑那么快，因为他冲楼梯上去，他就啾上去了，我就赶快冲一次这样子，要人家孕妇健身就还是个健身比较好生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了。我说我们不是在讲那个茶室的故事，为什么很像在拍动作片这样子？对啊，这部片真的内容蛮多元的。那冠志，你在这个角色当中，你看到家人为你的牺牲，姐姐为你的牺牲，你有想过说现实生活中你真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形，你会替姐姐做什么？她真的有姐姐。对啊，但是姐姐应该跟凤姐的命运差很多，应该会很想把那个当初拐卖她的人给。对啊，直接捶他，全部把你们抓回来。真的会私娼寮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到现在都还有很多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甚至有一些小女孩就是被人口贩卖。对，我相信这也是你们想要拍这部片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其实这个片看起来好像它就是一个茶室的故事，但是其实它存在着很多文化跟议题的这个冲击。比较难过的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姐姐她想要上岸，她想要从良，想要就是卖槟榔，她没办法。为什么？她不会按计算机。你相信吗？就是你相信有人不会按计算机这件事吗？她就是真的有。他一辈子都在那个环境生活，就是说真的，每天就是睡醒了就是接课，一个接一个。他们根本每天平均要接几个课啊？就以你凤姐的这个角色呢？掌握上是10个起跳啦。是啊，对，应该问妈妈桑10个起跳。对。哦，哇塞，真的很辛苦哎，是很辛苦啊，所以听得很心酸啦。就是他连他要去打个工，或是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他没办法融入这个社会了。所以这个是你当时听到蛮震撼的。对啊，我们而且你们也是在真的茶室的景拍的。对，怎么现在还有？他那个是台湾最后一间茶室。我们演员拍到一半出去抽烟休息，是哦，就被招走。对，比如说演员被工作人员拦客，对，因为旁边都还有啦，所以演员一天到晚都要那个抵抗，以免被拉走。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抽烟哦，不能去太远买东西。或是他们小姐会跑过来我们这间说我们在抢他们的生意啊，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哇，你们这一间是哪里找的？怎么会？这个各个的这个素质都这么好，然后是不是来抢我们生意这样子？所以真的他们会跑过来，他们不知道是在拍电影，他们就是过来看到这些摄影机什么的，因为有时候蛮多是外国的人来到台湾，所以他们没有说超级清楚外籍人士，对他们只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对，然后就想说这间生意怎么那么好。这也是算是幕后有趣的，这最后就是也请3位跟观众朋友分享你们推荐观众去看凤姐的原因。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过需要选择的时候，可能要认份。对，这是你选择的东西，但不要认命。我觉得希望所有真的是不要向命运低头的人，真的都来看凤姐。对，好。我的话，我们都有拿了高雄电影节观众票选总冠军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有人已经投票过了，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但是前面混结尾了，结尾立功剑来压轴。来，电影好选择，人生也要好好选择。看电影的好选择就是看凤姐。12月6号记得进戏院支持。
帅。我甘愿枵死，也袂像你安尼做这道。你来到这里，就不可能逃出去了。走开！这个地带保证国青啊，来拿出远，你觉得干嘛啊？台北甲你想的无同款啊！你觉得他会不知道吗？要是连我们都不能谅解他的话，那他怎么办？既然来了，就要做到最好。Hello，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我是黄冠志，我是蔡佳音。不向命运低头的好选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选择的观众朋友，好。再上述一个。哦，好，来3、2。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一定要进戏院。3、2、1。Hello，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我是黄冠志，我是蔡佳音。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一定要进戏院看凤姐。12月6号，凤姐全台上映，记得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个频道哦。耶！来，那我们就来正式开始了。好，12月有一部非常推荐大家去对不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